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想必大家都知道，长相学家可以通过仔细观察手掌的形状、手指的长度、纹路的走向等，来分析个体的命运和性格特征。这种古老的占卜方式被认为可以揭示一个人的天赋、潜力、事业运势和财富状况。而在长相学中，特定的手相特征被认为是富贵吉祥的象征。那么它们究竟长什么样子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1. 中指相对较长。那些长中指代表着强烈的权力欲望和对财富的渴望，他们理想的目标必须是过上富裕而富裕的生活。要成为领导者，他们必须具有强烈的主动性，在氛围中行事，并且要非正式。由于一些小财产的损失，这些人更有可能富裕和富裕。2. 手指没有缝合在一起，除拇指外，伸展其他4个手指，如果中间没有间隙，即使一块芝麻也不会掉出来。这样的人有很强的省钱能力。男性和女性都特别擅长财务管理，盲目的费用和开支，以及生活中的细心计算，这些人容易致富和昂贵。3. 厚厚的手掌，掌厚的人意味着财富的基础是好的。无论他们是生还是工，他们都充满了热情。他们有聪明的头脑和灵活的寻求金钱的智慧。他们一直在为自己的未来安静的工作。手掌的人更有可能变得富裕和昂贵。4. 太阳山隆起，太阳位于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财富。如果太阳在掌中升起，则意味着这个人非常有利可图，他有更多的工作奖金，他有机会发财，他可以省钱。不是钱，男人的财富是好的，女人很容易嫁给丈夫，丈夫是富有而有力的人之一。5. 财富线是直的。如果小指根下面有一条垂直线，那么这是一个幸运的重要标志。如果手中的财富线相对深刻而有力，即使是一些人也有许多深刻而直线的财富，这意味着好运，那个有钱人。6. 手掌红砂，财运旺。好手其实不仅能反映财富，还能体现健康。掌红如砂，代表人的美貌，是健康的表现。一个人的气质是好的，不仅手掌是红润的，而且脸也是红色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运气。如果他是一个男人的手掌，宽而厚的手掌也是财富的表现。出生丰富而富裕，可以收集财富，工作和生意拥有广泛的财政资源。相对于肉合手的柔软，女性手与婴儿的胖乎乎的小手非常相似。它也是一个富裕而崇高的阶段，它不能被称为大而昂贵，至少从不吃喝住，尤其是有好运。7. 富贵多财，纤细而纤细的手是一双聪明的手，这个人很聪明。如果男性手指细长，指甲是正方形或椭圆形手是最好的。这个男人的思想很聪明，他的工作很认真，他有责任成为一个大人物，他将能够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发财。女性最好的是手指细长，指甲尖尖锐，矩形是最好的。如果手指短而粗，那就很尴尬。什么是玉手？什么是食指不接触阳春手？这是富裕生活的表现。你见过有钱人的手指粗糙吗？当然，手指就像一根竹筒，它们圆润细长，是最好的手。8. 手心洼，比发夹。当我们摊开手掌的时候，掌心明堂之处明显低洼凹陷的人，一般都能发财发达，成为人中之龙。然而，你一定不知道真正的手心低洼到底怎么看。通常，手掌自然伸直、伸平，四指合拢，然后往手心上倒上水。如果掌心之水能不流走的，才是真正的手心低洼。这样的人可是万中无一，必成富贵之人，名利双收指日可待。9. 智慧线有分叉。智慧线人纹末端有向上的分叉，奔向水星丘，止于小指下方，此纹称为人纹金叉。如果你手掌有此纹，命里定有一笔不小的横财。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都具有理性思维，其人对金钱既眷恋又敏锐，而且都有极强的赌博心理，再配合流年强运，常常一不小心就能赚大钱。10. 聚财纹多。小拇指和无名指下方的多条竖纹为聚财纹，正所谓人无横财不富。手掌上小拇指和无名指下方掌管偏财运势的水星丘部位，如果生有数条密集的竖纹，表明一生横财有道，不仅财运好，更是衣食无忧的象征。生来命好，亲缘深厚，左手有这样的纹路，则可通过官运亨通发家致富。而如果右手生有，则是生意场上的风云人物，一生钱财权势可兼得。11. 元宝的形状。如果手中的线形成一个梯形，或者是口字形的，尤其是梯形接近于象征着财富的元宝形状，若封闭且紧密，四角不漏，这样的属于是财库，能够有着很强的聚财力，力度很强。
生活工作里收入高，非常容易存到钱。如此的女性不仅仅是自身的财运很好，还能够旺夫旺家运，给配偶带来好运，成为富太太。12. 断掌和玉柱纹呈现十字形交叉。断掌和玉柱纹呈现十字形交叉，这种纹路叫做家里纹，是断掌中的大富大贵相。有这种手相的人，比标准断掌命更好，富贵双全。13. 手掌厚实。手掌厚实的人代表着财运以及事业的基础好，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上，都能够充满着干劲，有着聪明的头脑和创造力。这样手相的人会为了自己的未来而去用心努力着，日后必定能事业有成，容易大富大贵。当然，除了上述所说的手相外，这9种手相被认为是绝对好命，象征着一生的幸福和富贵，包括身体健康、理财眼光、把握商机、潜力充沛以及财运亨通等多个方面。这些手相不仅仅是手部特征的象征，更是命运的预示，为持有者的人生注入了祥瑞的元素，让他们得以走上人生的巅峰，实现非凡的成就。我们接着一起来看看吧。1. 掌红如血色。手掌红润如血色，不仅是身体健康的象征，更是幸运与福气的注脚。这样的手相几乎宛如上天宠儿，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犹如得到了神明的庇佑，一切都能够顺利如意。这种红润的手掌让持有者的财路如同畅通无阻的河流，财源滚滚而来，生活充满了富足和繁荣。红润的手掌不仅仅反映着健康的身体状况，更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命力展现。这些人拥有强大的生命活力，对于生活充满了热情与活力，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以乐观的态度积极面对，迎难而上。同时，这样的手相还代表着持有者在人际关系和社交中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可与支持。红润的手掌散发出一种阳光般的气场，使得他们在交往中更具吸引力，人缘也自然水涨船高，财路畅通，财源滚滚是这种手相带来的独特福气。无论是事业发展还是投资理财，持有者都能够轻松获取财富，财运亨通。这并不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更包括了事业的成功和个人价值的实现。因此，红润如血色的手掌是一种幸运的象征，为持有者带来了全方位的好运。在他们的人生旅途中，无论是健康、事业还是财富，都能够走上幸福富贵的光明之路。2. 掌中有黑痣。手掌内有黑痣的人，证明此人非常有抱负，内心十分有远见，眼光独到。他们总是可以从生活的细微之处发现商机，因此总是可以比别人抢先一步获得赚钱的路径。3. 手指如竹笋。手指要是如竹笋般修长细腻，那么注定此人必定是个富贵之人。因此手指长的人善于抓钱，同时很擅长理财，因此钱财到了他们的手里只会有增无减，自然就会富甲一方。4. 手软如棉花。手掌一定要柔软有肉，这样的人命中注定就很富贵。他们一般都是生活在富裕之家，从小就过着锦衣玉食般的生活，长大后能够得到六亲的支持，因此做什么都极易成功，自然就不会缺钱。5. 六花纹。所谓的六花纹，是指在手中有一种类似六角小花一样的纹路，此手相为大吉之相，能够有此手相之人，早早就拥有别人想要的一切，晚年的运势更强。就算是早年的运势再差，也能白手起家，成为人上人，过上富贵的生活。6. 折桂纹。折桂纹是指一条由金星丘底部延伸出来，贯穿几条由手掌底部和月球向上延伸的纵线。有这样手相的人，很容易在生活中遇见贵人，必能逢凶化吉，早晚能发达，成就一番伟业。靠贵人起家，事业运与财运也会跟着上涨。7. 宝云纹。手掌中的宝云纹在手掌中像是螺旋一样，一圈一圈向外推开。有此手纹的人非富即贵，日后必定能够做成大事业。若是经商，头脑聪明灵活，抓住赚钱的时机就会马上行动。若是为官，也很快能在官场中站稳腿脚，为人聪明圆滑，处事果断，升职加薪快。8. 金花印纹。手掌上的金花印纹，手掌上的2个米字纹并排而立。有俗语文带金花印立身，此生富贵不由贫。有此手纹的人具有极大的潜力，日后能跻身名望贵族，是典型的潜力股。这样的人就算是早年的生活差，也很容易大器晚成，一旦抓住良机，就能够节节高升，平步青云，出人头地，带旺这个家族，光耀门楣，为子孙后代谋福利。每个人的手相都有所不同，有些手相是我们常见的，而有些人手相却很罕见。10种罕见的手相，快看看你有没这些手相吧。9.
神秘十字线，拥有神秘十字线的人，直觉敏锐，灵感很多，创造力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小富由情，大富由命。勤劳的双手可以创造小富，但是要想大富，不仅要自己勤奋努力，还要有机遇和运气。有人辛苦求财，只能够获得一时的安乐；有人则天生命含富贵，一生顺风顺水，富贵无忧。就算不是出生富贵人家，日后也定能够时来运转，注定富贵。那么有什么面相的女人生来就是富贵命呢？下面一起来看看日后注定富贵的女人面相。第一，额头开阔饱满。额头饱满明润为贵寿之象，能够富贵长寿，寓吉祥。额前隆起，耸而厚，法定为官禄生。对于女性而言，最忌发髻低垂，额质乱纹，额头窄而暗晦，以额头圆润饱满不高为吉。有这样面相的女人，天生带贵气，心灵巧慧，有见地，有贵人运，注定非富即贵，生活富足。第二，鼻头肉厚丰满，鼻梁高挺。鼻子为财帛宫，代表的是财富与事业。鼻头代表赚钱能力，鼻翼则代表有聚财能力。鼻型好，鼻头肉厚丰满，鼻梁高挺，没有恶质乱纹，大小与脸型五官相适应。有这样的面相的女性，天生是富贵之相，财运极好。就算不是自己主动求财，也会有不少财富商机找上门来。出嫁后还可以带往夫家，日后注定富贵，安逸无忧。第三，耳垂肉多厚实。女人的耳垂上肉多厚实，也就是食禄多、贵人多的福相。有这样耳珠的女性，大多性情温和通达，心灵手巧，富有才智，精力充沛。她们能把普通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绝对是出得厅堂，下得厨房。加上心胸阔达，她们大多喜欢安逸的生活，多有贵人运，能够催显命中的财运。就算不是大富大贵，也是生活宽心无忧，富贵而长寿。第四，下巴丰满圆润。下巴代表一个人的晚年运，拥有此面相的女人一般都是性情柔和顾家，具有仁爱之心，财运也非常出色，财运亨通。如果男子娶到这样的女子为妻，定能够美满婚姻，家运昌隆。晚年运佳，能够享儿孙之福，健康长寿，生活安逸，可以享受一个幸福的晚年。第五，面相圆润健康，气色好。都说相由心生，脸上有肉，气色好，则代表财路丰厚，福气高。一般有此面相的女人也是富贵命的面相，这样的女性大多为人心胸宽阔，身体健康，生活安逸自在，衣食丰足，是有福之人。第六，唇色红润。常言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嘴巴在面相学中又称为出纳宫。一个人嘴巴生得好，代表门户好，一生没有口舌祸端，大病大灾，身体健康。嘴巴方正扩大，有食禄，大吃四方，财纳八方，端正丰厚，唇厚红润，唇形匀称且棱角分明，也是富贵之相。有此面相的女性，财运和贵人运都很不错，有不少贵人帮衬，日后注定会大富大贵。第七，牙齿整齐白赞。牙齿白赞整齐，不包不外翻，不露齿，配合嘴巴端正丰满，唇红齿白，也是好福气的面相。这样的女人口齿伶俐，灵活机敏，个性乐观大方，善言谈，在社交场合中能够展现出色的交际能力，能够靠这一才能实现自己的事业成功。另外，有这样面相的女人也是很有帮夫运，如果成家，在事业上能够帮助丈夫处理工作上的事务，比如应酬交际、人事管理等等，是标准的贤内助，能够与丈夫一起积累丰厚的财富，生活幸福富足。第八，卧蚕丰厚平满，无恶痣。卧蚕的位置在面相学上也称为子女宫，子女宫象征男女感情和子女情况等。拥有卧蚕的人容易让人产生亲近感，有个性魅力，通常能带来好人缘。
从面相学上看，有卧蚕的人在感情和事业方面都有好运气，而卧蚕丰厚平满无遏制的人有个性魅力，多有贵人运和子女运，生活美满，婚姻幸福，儿孙福禄双全，是富贵之人。第9，眉毛修长秀美。眉毛在面相学中又代表兄弟宫，主一生事业及生命的长短，人的心性至于。没有7忌，忌粗，忌俗，忌压木，忌短素，忌疏散，忌交连，忌折断。眉毛粗硬的女人做事莽撞，没头脑，而眉毛寡淡的女人多缺乏温情，过于自私。而眉毛修长秀美，温润细致，则是好的眉相。有这样眉毛的女人，性情温和细腻，心思敏捷，为人处事懂迂回，多贵人相助。兄弟之间多和睦，能够嫁得好夫婿，日后也定能够富贵双全。以上就是9个日后注定富贵的女人面相。其实不论男女，较好的外貌在第一印象时是一个加分点，而庞大的财富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往往也是对他能力的肯定。较好的外貌是天生，这点是很容易理解的，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但很多人不知道，其实有些男人天生就注定是富贵的命。那到底有着什么面相的男人会是日后注定富贵的呢？第一，浓密的八字眉。八字眉顾名思义就是眉间有点上翘，眉梢则是下撇，这是古代女子的一种眉形。但有些男人天生就是一对浓密的八字眉。浓密的八字眉代表了他们的个性较为温和，为人很有自己的一套，做事情有较长远的目光，思想上很是上进，行动力也是强大。因此他们往往会在事业上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顶峰。拥有这种面相的男人天生注定就是富贵命。第二，耳大和耳垂厚。中医上有个肾气通于耳的说法，可见耳朵对于我们来说是与精气神充不充足有关的。耳朵大、耳垂厚的男人精气神很足，在生活中也是很受大家伙的喜欢。正因为常常受到大家伙的鼓励，他们对自己也是充满了信心。另外，干劲足的相貌也是常常让他们在事业上有意外的收获。有了大家伙的帮助，还有天生用不完的干劲，他们注定是成为日后富贵的人。第三，细长的眼睛，眼角微上翘。眼睛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个人的窗户，眼睛天生细长，眼角微上翘的男人是很有自己的一番谋略，事业心很重，但他们掌握的方向很是正确，所以在短时间内可以将事业干得风生水起，能够准确预知某个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因而提前做好规划。这双细长眼睛就是他的慧眼，这样事业能力很强的男人注定就是富贵命。第四，稍厚的嘴唇。嘴巴是我们进食的部位，不管是山珍海味还是最为普通的水，都是从嘴部吃进身体里的。微大的嘴巴，微厚的嘴唇，则可从侧面表现出这个人的福气。拥有厚嘴唇的男人天生就长了一个能说会道的嘴巴，他们善于打理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会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与上司相处的能力也是很强，因而也会有一个逐日上升的事业。刚开始起点可能不高，但是他们天生的好嘴巴，让他们日后注定是富贵的。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眉毛对于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眉毛浓而密的人常常运气也比较好，反之眉毛浅而淡的人运势却是一般般。那对于眉毛中长痣的人，运气又怎么样呢？这样的面相好吗？又有什么样的说法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眉毛里有痣的男人好吗？人们常说眉毛中有痣的话，就代表着草里面藏有珍珠，这就说明这人比较有智慧，头脑聪明，虽然平时看着没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对于事情有独到见解，当你细想之下才会发现他们的高明之处。通常越是隐秘的地方长痣，那运气就会越好，就像眉毛中长痣，这代表着大智慧，
他在眉毛里需要用手扒开才能看见黑亮之处，因此这样的人大多都心思细腻，眼光长远，做事有谋略，智慧极高。他们就像是藏在眉毛中的痣一样，有着不容易让人发现的智慧，但实际却让人大吃一惊。但并不是所有眉毛里长痣的人命运都很好，还要根据具体情况细分。左眉头有痣，若这个痣是长在左眉头的话，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内眼角上方的地方，这样的人命运不会特别好，在将来会面临牢狱之灾。而且这种面相的男人在感情之路上也较为不顺，身边总是不缺乏异性，没办法做到从一而终，常常让自己的感情非常混乱，因此不会过得太幸福，还是要想办法控制下自己的情感，不要那么的滥情，说不定还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左眉尾有痣，若一个男人的左边眉毛尾处长痣的话，他们大多属于好色之人，从来不会处理自己的感情，大多时候都是见一个爱一个，没有办法做到专一，因此也得不到真诚的爱情，而且还容易与一些有夫之妇产生感情纠葛。此外，此处长痣的男人在财运上也不好，他们不具备聚财能力，生活中容易出现破财的现象，最终让自己过得很清贫，处处都缺钱，虽然也挣了不少钱，但因为无法守财，因此到最后还是身无分文。左眉靠近眉中有痣，眉毛中间的位置代表着权力和事业，这个地方长痣的男人一般在为人处事方面都不佳，职场中无法与同事和睦相处，因此事业发展路上总是波折不断，很难一路顺畅。到了中年的时候，他们还容易出现感情方面的危机，严重的话甚至还会与对方离婚。因此这个地方长痣的男人要学会与人相处，这样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眉头眉尾有痣，俗话说眉头的痣代表着感情，眉尾的痣代表着理智。若是眉头眉尾都有痣的男人，那在感情中都会不顺，因为他们对待感情有些偏激，可能会让人无法忍受。那么眉毛里有痣的女人好吗？不同位置的含义不同，俗话说眉里藏珠，也就是说一个女人眉毛里长了颗痣，有福相，这样的女人往往看起来很漂亮，但是这一块痣的位置是非常的重要。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分析分析痣的不同位置的含义。眉运一，眉间有痣的女人代表旺夫，财运滚滚，早期敢尝试各行各业，脚踏实地的去做事儿。随着阅历和经验的不断积累，就会发现在某一领域有自己最擅长的东西，不断的去超越自我，就会取得成功，发展的越来越顺利。眉运二，眉中有痣的女人在官场发展有望，这样的女人善于处理好与各种各样人的人际关系，她们善于交际与沟通，不断地为自己开拓新的发展方向，从而在官场方面渐渐地有了一席之地，取得一定的成就。这样的人天生就有一点小威望，但是不能得意忘形，因为官场的险恶无处不在，有很多时候为了金钱利益方面而跟别人发生争执，从而引起别人的不满，导致人家给你穿小鞋你都不知道。所以说无论站得有多高，都要养成开阔的胸怀和气度，学会包容他人，同时也对自己有好处，减少在官场上的不必要的小麻烦，为以后的官路做好铺垫。眉运三，眉尾有痣的女人在情感方面容易受到挫折，因为眉尾有痣的女人本身的桃花劫就很多，当你在一段感情里爱得死去活来的时候，又有一些男人对你发出新的暧昧信号，这个时候对你现有的感情肯定是一种阻挠，产生不顺利，从而使感情受到不必要的阻碍。
当你单身很久的时候，千万不能轻易地接受别人的示好，一定要看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观察他们对自己是不是真心实意的，然后再考虑是否要进行恋爱阶段。霉运4，眉毛上有痣的女人能给自己的另一半带来好运。左边眉毛上有痣的女人，说明她们有一种超强的能力，这种能力能帮助以后的家庭打理好一切大大小小的事物，让自己未来的老公可以心无旁骛地打拼自己的事业，不用操心家里的大小事情，他们可以处理得井井有条。当然了，在老公的事业遇到难题的时候，他们可以针对具体问题提出有说服力的建议和策划，帮助老公一起找到最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关键时候不慌不忙，思路清晰有力，是老公事业上的得力助手。霉运5，眉毛上有痣的女人跟家人的关系并不是很和睦，她跟家里人常常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纷纷扰扰，导致家人之间感情不太顺利，尤其是兄弟姐妹之间矛盾比较显而易见。从小他们之间的感情就不太令人满意，常常互相看不顺眼，所以长大后各自过着孤立的生活，很少来往。当对方出现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为了不给自己增添不必要的麻烦而不想伸出援手，他们只希望自己能过上那种不被人打扰的平静的生活。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事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